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2月11号星期四了，我明天要去东京了。明天去东京，下午去 Alpen， 之后周六上午去河口湖，就富士山那儿。周日比赛，富士山马拉松，据说是天气不太好，要下雨，所以尽力拍摄就好。所以这周有点忙，有点累，然后下周末还是比赛周末，背靠背一下。但是这都是我的比赛训练，就其实不是拿比赛当成长距离训练，而是训练比赛。昨天和训练营，就是每周有一次打电话的加强营的一位小伙伴聊天，特有感悟。今天跟大家分享关于步频、步幅还有跑步的节奏。今天没有跑步结束跟大家聊，因为特别想喝个咖啡，而且今天太早了，估计家属没起呢。今天跑了14公里，跑得少，出门早，因为周日又是一场全马，下周日还是一场全马，怕受伤。昨天跟那位训练营的成员聊，他加入我的高级营，说明他肯定是我的常年的观众，但是我发现可能是因为我输出的内容更新频率太高了，并不是所有的大家都会看，但是呢，可能其中有那么一些是我认为很重要的，但是就混杂在了每天的节目里，就还是关于步幅跟步频这件事情。今天咱们不说跑姿，就说步幅和步频。那位观众的不是观众，对不起，那位学员的问题是说，他发现自己跑得慢的时候步频就低，快的时候呢只能增加步频，步幅增加的非常有限。问我怎么办？他说看非洲运动员，看高水平运动员，他有一个规范呀，就是180度180次的每分钟的步频，然后步幅就他跑多快都是180，然后呢步幅随着增大，随着速度。我跟他讲，我说对，他还说他为了这样呢，他在慢跑的时候也故意拉高步频，但是觉得怪怪的。我说肯定怪怪的呀，我就给他举了那个我总在节目里说的例子。我说你看，无论是跳水也好，体操也好，每一个规定动作它都有一个满分的标准，而这个标准是公开的，谁都知道的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这么多专业运动员倾尽全力，鲜有可以做出满分动作的？即便做出来，在比赛中大多数也有运气的成分，对吧？那天天练这个去模仿，他们的训练很简单，他们的训练就是让自己的动作无限接近于满分标准。那这样做都做不到，那我们跑步其实也做不到。第一是做不到，第二是你也做不了，第三是没有必要做，第四，即便能做得了，真正做到那样也不一定是对的。我的观点是，你看每个人的身体条件不一样，我们的人种也不一样。那你看非洲运动员、东非运动员180步每分钟1.6米几的步幅，到亚洲男子运动员，比方说我们看日本的精英的长跑运动员，或者我国的精英的长跑运动员，基本上190左右的步频，差不多是这样的。然后到女子就一下就高起来了，可能有200、210，甚至220，这是有的。而我们就我这样的，咱们普通的没有童子功的，不算太高大魁梧的亚洲男性，练马拉松更多应该去对标那个亚洲的专业女子运动员，但是也有人可以做得更好。比方说，要不有童子功，要不身体条件非常好。你看有一些跑者们，就是咱们这儿的男性选手跑到业余选手跑到22级、23级的，或者甚至21级的步幅很大，步频不高。就是你不能说他做的不对，他做的是对的，但是我们的这个身体条件和能力，或者说我们训练的毅力和训练水平不足以支撑我们去做那个动作。这就跟在天津哪个桥天天跳水的大爷们一样，他不希望来一个
向前翻腾2周半爆气吗？他也想，对不对？但是在他看来，他可以头朝下，手在前，身体直直的倒栽葱的冰棍顺下去，并且顺下去又很舒展，那就是他可能他长期的一个追求和梦想了，对吧？所以在这儿和我说那个所谓的追星逐月不矛盾，因为我们要认清自己的现实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为什么跑步这件事儿不能模仿？跑步这件事情，无论是你的步幅还是你的步频，都是你训练的结果和身体能力的体现。像很多人包括我在内，你看我日常轻松跑的时候，慢跑可能是190，我到比赛可能是将近210的步频，我也几乎是要靠步频提速，因为靠步幅提速比靠步频提速对没有基础的普通人更难。而步幅其实不全是力量的问题，步幅有好多的原因牵扯它，并不是说你去健身房蹲腿，你的腿部力量、核心力量特别大，你的步幅就能自然而然的大。我个人认为，步幅是靠极限速度的短间歇，慢慢培养运动的就跑步的动作的经济性上来获得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，一开始都是步频在增加，为了更快，绝大多数人是这样的，就是下意识就会这样。然后步频增加带来更大的心肺压力，然后顶住的人，比如像我对自己练得比较狠，我顶了这么多年，所以我的心肺我并不是说我跑这个配速比别人心率低，而是说我在同等的心率下，我能顶的时间更长，我的心肺的耐力，就是心肺也有一个耐力，心肺的速度耐力更好。而有的人可能不行，或者刚开始练的人不行，那你再往后练，比如像现在我们跑12个400的时候，我追不上的人的时候，我追的就有点踉跄，有点勉强。但是这就跟追车一样，追最后一班列车，你必须要追上的时候，你就会拼尽全力，你的身体就会调动起来，在步频到达极限的时候，你的步幅就会比平常打得更开，而这种感觉是不太可能在几次甚至1年半载里固化到你的脑子里的，它是经过长年累月的积累，慢慢的把这个动作感固化到你的脑子里的，它是被动的、潜意识的，而不是故意的一个模仿，然后模仿去弄。这就像说，你看真正的这个格斗高手和演员靠动作导演、靠武术导演去训练一个动作，去模仿，它肯定是不一样。就算你能模仿出那个优美的跑姿，但是在那个跑姿下，你也是不可持续的。你看那么多摆拍的网红们，我要摆拍比那好看多了，真的，因为我身材好，我瘦，对不对？但是那样摆拍其实没有用，那摆拍跑10米、20米，最多了不起100米，就这么回事，好吗？那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。来，清晨的热咖啡，我都忘了我进的是哪个便利店了，是 Lawson 还是 Family Mart？ 好像是 Family Mart。咖啡还可以，10块钱，直接佩斯4的那个支付宝离线支付，因为没带手机，这佩斯4的支付宝是可以离线支付的，但是只支持支付宝，比如像佳明是支付宝和微信都可以，但是佳明是我不知道高驰的海外版是不是没有支付宝。如果您的 ID 是海外的话，因为高驰其实 ID 是分国内和国外的，只不过它不像佳明那样通过网址直接区分。好像是海外版，好像是没有小宇宙的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知道小伙伴弹幕一下。海外版的高驰的支付宝、小宇宙和网易云音乐，而佳明我是明确的，国内版是支付宝和微信都可以。然后海外版的话，比如我的 ID 是海外的，就算我绑国内的设备，它也是没有支付宝和微信的，就只能是 Garmin Pay， 就是绑信用卡，就是这样。信用卡的话不支持国内银行的，但是外国人在这儿开信用卡真的有难度，而且在日本支持的信用卡只有那2家银行的2种卡，
行吧，那就这么着，今天跟大家聊这么多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